女儿1岁那天，我撞见丈夫高庭陪大肚子的小三逛母婴店，我求婆婆帮我，她却骂我是废人一个。高庭一脸不耐烦，早看腻你这黄脸婆了。婆婆阴沉着脸，谁让你这肚子没给老高家生个儿子？最终，我抑郁症爆发，从楼顶一跃而下，再度睁眼，回到了进产房前。我拍拍肚子，女儿啊女儿，以后你就跟你妈我姓了呀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念念啊，你加油，生了这么久了，一会孩子就该出来啊。我还没睁眼，肚子一阵几乎把我撕碎的痛就把我拉回了现实。丈夫高庭在旁边一边玩手机游戏，一边不咸不淡地给我打气。可我知道，孩子根本没这么快生出来。前世的我整整痛了12个小时都没生出来，我恨不能跪下求高庭让我剖腹产，可他妈却不同意。我们农村哪个生孩子不都这样吗？痛一下又死不了，哪有那么娇气？我想用上无痛针减轻痛苦，他妈双眼一瞪，打什么无痛？万一把我孙子打坏了怎么办？绝对不行。产前检查医生说我盆骨比较小，顺产条件并是不是很好，建议我剖腹产。我本想答应，婆婆却一直说不可能生不出来，医生就是想多赚钱。我不好服她面子，再加上听说顺产对宝宝比较好，就还是决定了试试自己生。可在我痛得快失去意识，整个人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却听到婆婆偷偷跟高庭说，无痛和剖腹产要多花1万多，有钱咱留着多好，何必用在这上面？你听妈的，给她自己生。最后我生痛了12个小时，还是生不出来。医生怕孩子有宫内感染的危险，跟婆婆和高庭说了最坏的结果，他们才答应给我剖腹产。想到这些，我用力攥紧了拳头，按铃叫来了医生。高庭和婆婆还以为我想让医生看看宫口开了没，医生一来，他们就急急地跟医生说，医生，她快生了吧？就痛了这么一会，她就老闹着要剖腹产。你快跟她说说。医生白他们一眼，我早说了产妇正念骨盆小，自己生不出来的，你们非要试顺产，再拖大人和小孩都有危险。婆婆和高庭望向我，希望我自己说要坚持顺产。念念，你快和医生说你还能。剩下的话在他们看到我的动作后戛然而止。下一秒，婆婆的音调突然抬高了8度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迎着他们震惊的目光，我慢慢坐起来，坚定地朝医生伸出手，我可以自己决定生产方式。手术同意书给我签一下，我要剖腹产。我没有吃东西，现在就可以进行手术。我当然要剖腹产。前世痛得去了半条命，这一世我可得照顾好自己。毕竟后面我还有好些账要和你们算呢。高庭和婆婆从没想过我会这样，都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要知道以前我基本上都会听他们的，就算有自己的想法，得不到同意的话也不会再坚持。医生倒是很高兴，好，我马上通知手术室准备，说完就匆匆走了。婆婆急道，哎呀，又得多花钱。说完不停地给高庭使眼色。呵，一着急把真实想法说出来了吗？高庭着急地开口，念念你怎么不听妈的话？这一刻我真是发自内心觉得可悲。高庭是山里考出来的大学生，认识他时我就被他的上进和不安于现状所打动。我家境优渥，也许是物质上的差距，让我不自主地在精神上向他倾斜，事事都听他的，好像这样就能更拉近我们的距离。
但令我想不到的是，这样没能换来她的尊重，反而越来越不把我的感受当回事。婆婆来后，我更发现她还是个妈宝男。停！我不耐烦地挥手打断她的话。第一，从医学上说，我有剖腹产之症，应该剖腹产。第二，从法律上说，我有权利决定自己怎么生。最后，生孩子的钱我自己出，你们管不着。另外，通知你们一下，孩子生出来后，我要去月子中心坐月子。说完，我在护士的帮助下躺上推车，出发去手术室。婆婆充满怨气的抱怨从后面传来：剖腹产就算了，还要去月子中心，那我还来干嘛？这明摆着是嫌弃我吧？我闭上眼睛，不理会后面的狗叫。呵，我是在救女儿，也是救我自己。在我的坚持下，女儿顺利出生，我也没遭太多罪。出院后，我就来到了月子中心。这家月子中心是我怀孕时就精心挑选的，不仅有优美的环境，更重要的是有全市最专业的护理团队。上一世婆婆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，说女宝出生后要使劲挤乳头，把娘胎里带的毒素挤出来。结果宝宝挤过后得了新生儿乳腺炎，住院开刀，折腾了好一阵才慢慢好起来。我又担心又心疼，月子里看到宝宝的小衣服就止不住地掉眼泪。婆婆却说他们那都挤也没听说哪家出问题，肯定是我的母乳营养不好，宝宝吃了抵抗力不够才生病的。高婷也怪我没有把孩子照顾好。我情绪低落，母乳慢慢没有了，身体恢复也不好，抑郁应该就是在那段时间种下了种子。现在我住着湖景房，美美地享受着专业母婴护理师24小时1对1的贴心服务。宝宝全程托管，完全不用我操心，月嫂、护士全程陪护，我只管吃好、休息好。每天做产后康复，6顿月子餐营养到位，参加宝妈沙龙聊聊天，心情那叫一个舒畅。有专业的看护守着宝宝，婆婆提出挤毒素的操作，自然被医生月嫂一顿痛批。大妈，你这可不能挤哦，我以前见过的，挤了就发炎了。月嫂抱着宝宝，一脸鄙夷地对婆婆说，搞不好要全身败血症的。现在是科学养娃了，要听医生的呀，不能按着你们那落后的方法来。宝宝这么可爱，可别害了他。婆婆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在专业人士面前她不敢胡来，只能哼哼2声当作回应。我在旁边一边吃着补品一边乐，这月子中心来得值。月子结束后，我搬回了家里，照顾我的月嫂我也一并请回了家，这样我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，月嫂带孩子我也更放心。我私底下跟月嫂说，孩子尽量不要让我婆婆带，有什么事情都要第一时间通知我，就怕她又整出什么幺蛾子。这天我正在房间补觉，李可突然来了。李可和高婷是同村，两家住得挺近。后来高婷考上大学，成了他们村的名人，李可更是整天跟在他后面，一口一个高婷哥哥的叫。李可大专毕业后，闹着要来大城市工作，高婷就走关系安排进自己公司里，说是可以互相照应着点，还帮他在家附近租了一间房。从此隔3差5地就要去他那帮忙，不是电脑坏了，就是水龙头出问题了。我曾经提过是不是帮的有点多，高婷一开始还解释她就是个同村的小妹妹，刚来城市什么都不懂，有事她不找我还能找谁？以前他爸也经常来我家帮忙，后来说的多了，他干脆直接翻脸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吵个没完，我昏头了才跟你结婚，你再这么疑神疑鬼的，
我可搬出去住了呀。有这精神多管管自己吧，也不照照镜子，都胖成什么样了。他不管我听了这些话有多难受，从里到外都散发出对我的厌恶，好像多看我一眼都脏了他的眼睛。婆婆也在一旁添油加醋：是啊，念念你也要打扮一下自己吧，邋里邋遢的哪里有个女人的样子？看看你那肚子，比我还垂得厉害，哪个男人会喜欢吗？前世我信了高婷和婆婆的破，加上抑郁作祟，默默地把错全往自己身上揽。前世虽说有婆婆帮忙带宝宝，但每做点什么，她都喜欢挑刺，不是说我，就是说宝宝。我宁愿自己多辛苦点，也不愿听她逼逼叨叨。带宝宝的活我就大部分自己揽了过来。没有月嫂帮忙，加上睡眠不足，我整个人状态非常差。婆婆乐得当甩手掌柜，每天基本上就煮饭，其他时间就下楼和其他老人聊天。后来高婷就开始夜不归宿了，问就是说在公司忙工作，要不就说出差。我闹过1、2次，婆婆又说我不懂事，阻碍高婷发展事业，给压了下来。我算算时间，按前世的时间线来讲，我怀孕的时候，高婷和李可就出轨了。这时候，李可应该肚子里已经怀上了高婷的孩子。李可是和婆婆一起回来的，月嫂带宝宝下楼晒太阳了，他们以为我也一起出去了。客厅里只听见李可讨好地说道：咦，你把家里收拾得真干净，宝宝也养得胖嘟嘟的，我都羡慕死了。能给你当媳妇真是积了大德了。哎，真希望我也能遇到像婷哥那么好的老公。婆婆的马屁被拍得高兴，声音里透着一股子开心得意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，又要搞卫生，又要带孩子，可把我累坏了。正念在家啥也不干，怎么有人这样做媳妇的？在别人家还不给婆婆的口水淹死，也就我呀能忍得了她。呵呵，我在房间听得直冷笑。这一唱一和的，他俩倒是关系好的像亲婆媳。看来高婷已经把和李可的关系和婆婆挑明了。婆婆以前是不怎么看得起同村的李可的，现在态度大转变，估计是李可哄她说怀的可能是儿子。今天李可来我家，应该是想给我个下马威。肚子里有了孩子，又有婆婆撑腰，这个家的主人位置她是势在必得。一个急着抱孙子，一个急着做小三，真是蛇鼠一窝，都不是好东西。我穿上衣服来到客厅，他俩看到我在家，不知道刚刚说的话被我听到了多少，脸上都有点尴尬。我没理他们，拿起手机打电话：王姨呀，你明天早点过来，我把钱给你结一下。每天把家里打扫得这么干净，真是辛苦了。李可惊异地望着婆婆，婆婆的神色变幻莫测，透着谎话被戳穿的尴尬。你看这败家的媳妇，嫌我卫生做不干净，还要花钱请保洁。李可回过神来，大声附和道：是太乱花钱了。念念姐，你整天在家也没事，怎么不做做家务？做别人家的媳妇还是要贤惠点。我坐在沙发上，不紧不慢地喝着鲜炖燕窝。哦，你也知道这是别人家？请问你一个外人，到我家来对着我指指点点，谁给你的勇气？我是这个家的房主，别说我花自己的钱请王姨过来做卫生，就算我光给钱不让她干活，这也是我家私事，轮不到你多嘴。李可想不到一向柔弱的我突然摆出主人的架子来，她嘴上没讨到好处，气得心口上下起伏，眼神望着我渐渐变得阴暗。你！婆婆指着我刚要发飙，我站起来擦擦嘴，不给她机会，我这个房主可没请她来我家。
他这么到我家来骚扰我，影响我的心情，我可以报警说他私闯民宅寻衅滋事哦。李可，我家不欢迎你，你最好以后都不要再来。李可灰溜溜地走了，婆婆也没再回来。当晚高婷就阴阳怪气地冲我发了一通脾气，最后摔门而去。我落个清静，快活得很，你们慢慢气去吧。经过几个月的磨合，家里有月嫂带宝宝，我很放心。高婷变本加厉，直接把家当旅店，想回来就回来，对我也没有好脸色。我也懒得在高婷和婆婆身上浪费太多精力，于是重新回到职场，一门心思投入工作。前世怀孕前，我也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，是公司有史以来晋升速度最快的女性高层。在职业生涯正处于上升期时，我却突然怀孕了。公司认为我是可塑之才，破例提出愿意给我保留职位，等我休完产假再回公司继续发展。我很感激公司对我的照顾，也认为我有能力兼顾好工作和家庭，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选择。可婆婆却很不高兴，女人就是要围着老公孩子转，整天出去抛头露脸的算怎么回事？能挣几个钱？不把老公伺候好，男人还要她干嘛？高婷也给我灌迷魂汤，妈说的对，你就别出去工作了，在家安心养胎，不然你顶个大肚子还上班，朋友怎么看我？还以为我没本事养老婆，我还怎么有脸见人？彼时他刚和前任领导闹矛盾，跳槽到了一家半死不活的小公司，却以为自己要飞黄腾达了，竟然夸下海口说养我。结果公司业务一直滑坡，工资少得可怜。现在住的房子还是我工作时挣的钱全款买的。买房时，他舔着脸让我把他名字加上去，说他的钱都给他妈在乡下盖房子了，等有了钱再给我。我想着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也就没跟他多计较。最后在高婷和婆婆的坚持下，尽管公司一再挽留，我还是选择了辞职，回归家庭。好在如今公司依然欢迎我回去，虽然之前的职位有人顶替了，但今年公司要开发一个新市场，正好缺人。这个方向前景很好，做好了是公司以前业务的几倍份额，我又熟悉公司业务，于是就让我来负责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没有他们的拖累，我找回了之前的工作状态，又变回了意气风发的职场女强人。在我的带领下，公司拿下一个又一个大项目，市值蹭蹭往上涨，集团老总点名表扬我，我成了集团的红人。同事们也都说还是公司风水养人，我变得越来越自信，越来越有知性美，甚至还有新来的男同事打听我是不是单身。这天，我拿到了集团下发的职位升迁通知，比我以前的职位还要高上好几级。项目奖金也发到了我的账户，我仔细数数，有接近7位数。有了钱，我没告诉高婷和婆婆，自己到江边的新楼盘选了一套带露台的复式大房子。现在住的房子太小，户型也不太好，完全是高婷说离她上班近才选的。江边楼盘离我升迁后的工作地点近，环境更不用说好上了好几倍，是市里的明星楼盘，所住户主都是非富即贵。拿着签好的购房合同，我不禁心里感叹，女人呀，这就是努力工作的意义。这天我正上班，月嫂突然发了一条视频给我，原来是婆婆抱着宝宝，正拿奶瓶喂奶。宝宝不知道是吃饱了还是不习惯婆婆喂，一直扭头推开奶瓶。婆婆喂了几次，宝宝都不配合，她突然失去耐心，发狠一般捏住宝宝的鼻子，用力把奶瓶塞进宝宝嘴里，还恶狠狠地说：“你个赔钱的女娃娃，给脸还不要脸了！”
给我吃，再不吃我打你了呀！”宝宝被捏住鼻子，差点被奶呛到，吓得月嫂赶紧扔下手机阻止婆婆。我看了视频，顿时觉得血气上冲，这完全是在虐婴。月嫂语音一直跟我道歉，原来婆婆今天不知道怎么心血来潮，突然要月嫂帮她拍一下喂奶的视频。月嫂估摸着喂个奶应该不要紧，就答应了。谁知道发生了上面的一幕，我猜是要发给李可，展现一下她是怎么做好婆婆的。月嫂还告诉我，宝宝现在会爬了，有时候好奇会爬过去找婆婆。婆婆不仅不理宝宝，还一口一个死丫头、赔钱货的叫。有时候给宝宝闹烦了，她甚至会动手，轻的还是推走，有时候力气大的直接把宝宝灌倒。有次月嫂去洗个水果，宝宝被灌的额头差点撞到桌角，吓得哇哇大哭。月嫂吓得心惊肉跳，直骂婆婆心狠。我安抚好月嫂，心里觉得这样不行。虽然月嫂非常尽责，但也不可能时刻在宝宝身边。于是我趁婆婆不在家的时候，在家里给各个角落偷偷安上了隐形摄像头。前世这时候高婷已经跟我提出离婚，房子因为有她的名字，她要分走一半。我觉得是因为自己没照顾好她和孩子，所以一直不同意离婚，还天真的认为只要孩子大一点，我慢慢学会为人妻为人母，我们还能回到从前。直到宝宝1岁那天，我自己带着宝宝出去买菜，准备给他庆祝生日，却无意中看到他和大肚子的李可正在逛母婴店，两人手拉着手，举止非常亲密，边挑选小宝宝的衣服，边说说笑笑。高兴的时候，李可直接靠在高婷肩上，高婷则捧着她的脸亲了好几口。任谁看都是一对感情好得不得了的小夫妻，正准备迎接他们爱情的结晶。不一会，二人挑选好一大堆东西，高婷贴心地帮他接过来，生怕他提东西累着。我站在马路对面，身前背着宝宝，两手提着重重的菜，那一刻心如死灰。抑郁占据了我全部的思想，裹挟着我无法挣脱。那天我回家做好饭，陪宝宝过了他人生的第1个生日之后，就走上楼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我死后，财产自不用说，都落入了他们母子的口袋。我闭上眼，将这些不愉快的回忆彻底扔到脑后。我要用摄像头收集他们的证据。这一世不仅要我来提出离婚，他们也别想从我这捞到半点好处。因为项目顺利，公司给我放了半个月假，让我放松放松。正好月嫂有事要回老家，我就给她也放了1周的假，还多接了1个月的工资给她。这天我正在厨房切水果，突然听到宝宝在客厅大哭起来。我赶紧跑出来，只见婆婆正一下一下地抽宝宝的小脸。宝宝吓得直哭，小手挥舞着想阻挡婆婆，可小小的她哪里是婆婆的对手，只能大哭着任由婆婆的巴掌落在小脸上。婆婆一边抽嘴里一边骂着：“你个赔钱的东西，乱吐奶把我裤子都弄脏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说完还拿指甲使劲掐宝宝的小脸。我一看这情形，心里顿时火冒3丈。快放开他！我大吼着冲过去，握着水果刀就往婆婆手臂一扎。啊！婆婆吃痛大叫，捂着手臂痛苦地蹲下身。只见婆婆的手臂给我扎了个大窟窿，血肉模糊，鲜血还鼓鼓地往外涌。她疼得眼泪鼻涕直流，颤抖着手给高婷打了电话，让她快回来。我抱着宝宝哄，冷眼看着她。高婷赶回家，看到婆婆一手的血，冲我破口大骂：“正念，你是不是疯了？”我冷冷一笑，想起前世的遭遇，疯了。对，
早在很久以前，我就被你们逼疯了。你问问你妈做了什么，看看是她更疯还是我更疯。我又用看穿一切的眼神盯着高婷，我为什么疯？想必你也知道是什么原因吧？高婷看着我的样子，想起李可，自知理亏。她眼神躲闪，心虚嘴硬道：“关我什么事？再怎么样你也不能伤人。”他妈着急地对我落井下石：“别跟他废话，咱们报警把他抓起来。”呵呵，赶紧报呀！我还真怕你们蠢到忘记报警呢。来了2个警官，看到一地血，眉头紧皱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婆婆恶人先告状，她把我捅伤了。我抱着宝宝，眼泪汪汪。警官同志，刚才他使劲打我的宝宝，我是正当防卫。你！婆婆气得直抖，用手指着我，我哪里打了？不过是骂了他几句。呵，还想狡辩？我家里有摄像头，你刚才做了什么，全都录下来了。警官同志，我调监控给你们看。而且他还不止这一次伤害过我的宝宝。之前我上班的时候，宝宝惹他不高兴了，他也会狠狠打他。警官看了监控，又看到宝宝脸上红红的手掌印，替我教育婆婆：你一把年纪了，怎么心这么狠呢？跟个孩子过不去。婆婆正着还想过来打人，这个赔钱的女娃娃老惹我心烦。我不就打了她几下？怎么了？也就他妈以为她是什么宝贝，打都不能打。这要在我们乡下，我一天打她3次，你信不信？警官看婆婆完全不知悔改，还一副泼妇的样子，顿时生气了。现在是法治社会了，你还以为能随便打人啊？虐待儿童罪懂不懂？可以把你抓起来，我告诉你。女娃娃怎么了？男女平等你不知道？这宝宝长这么可爱，说不定以后能当明星了。走，跟我们回警局去，好好给你普下法。婆婆一听要去警局，着急地嚎起来：儿子啊，我不要被抓起来呀，你快想想办法。高婷扶着他妈，赶紧对警官说：警官同志，我们知道错了，这个警我们不报了，我们私下调解，你们看就不用去警局了吧。最终警官把婆婆狠狠地批评了一顿，同意让我们私下调解。警官刚走，高婷就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好像要把我生吞活剥了一般。我不在意地撇撇嘴：怎么，你也想动手吗？这个房子里到处都是监控，我可不介意让警官再来一回。我倒是建议你先带你妈去处理一下伤口，这血跟开水龙头似的。婆婆苍白着一张老脸，明显失血过多的样子。从受伤到警官调解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，警官之前劝过婆婆先去医院，她不肯，非要用伤口博可怜让警官抓我，没想到却把自己给坑了。高婷扶着婆婆出门，我最后深深看她一眼，心里默默跟过去告别。高婷，我们离婚吧。高婷站定，却没有回头，语气里满是嫌弃和厌恶。好啊，对你我早就腻了，等会回来再跟你算怎么分财产。说完，2人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呵，分财产？我分你个大头鬼！他们2人走后，我简单地收拾了一点自己和宝宝的贴身物品，就住进了新买的江景房里。既然已经提出了离婚，我就不想在私下跟那2人再有什么接触，我要保护好自己。还请了市里有名的律师，有什么事他可以帮我处理，非必要我不用再露面。月嫂依然过来帮我带宝宝，她也早对婆婆不满。高婷几次套话想知道我的地址，都被她骂回去了。现在我每天在露台上喝茶晒太阳，看看满院子的花和江景，日子十分惬意。
这天律师跟我说，高婷因为房产证上有名字，要分房产。呵呵，也不知道他脸皮怎么这么厚，一分购房款没出，也敢提出分房产。我冷笑着给律师发去几段视频，让他告诉高婷，最好自己签放弃一切财产的协议。刚装上摄像头那会，高婷和李可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，估计以为把我拿捏住了的，竟然毫不顾忌地到家里偷情。我差点都要以为他们真的是真爱了。如果我把监控视频发到他公司去，他和李可婚内出轨的丑事的藏不住了，他们的工作还能保得住。终于到了开庭的日子，要说花大价钱请的律师就是厉害，一顿火力输出，高婷不仅净身出户，还因为出轨要付我一笔不小的精神损失费。高婷和婆婆脸上精彩的呀，啧啧，估计气得肠子都打结了。一出门口，高婷气势汹汹地往我跟前冲，我赶紧躲到律师身后。正念你这个贱！律师拦住他，让他离我1米远。高先生，二位的离婚协议已正式生效，如果还有什么事，请直接找我，我的当事人不会再和你们产生任何联系。如果你们再继续靠近我的当事人，我会代表我的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报警。要是发展到寻衅滋事或者故意伤害，可就要负刑事责任了。高婷一个急刹车，顿时不敢往前冲了，只能用眼睛狠狠地瞪着我。我一脸无辜，那套房子我已经挂网上出售了，你最好赶紧搬走，不然你的东西给扔出去，我可不负责。高婷的脸更阴了，我懒得理他，就算他把眼珠子瞪出来，我也伤不了一点，就是这副丑样子太脏眼睛了，晦气。我转身上车，离这脏东西远远的。高婷净身出户，又出了一大笔精神补偿费，那点可怜的财产几乎被掏空。李可见高婷变成穷光蛋，毫不犹豫提出了分手，转身去找公司的一个高管去了。高婷懵了，不是还怀着我的孩子吗？李可嗤笑，人怎么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肚子里是李总的孩子。原来李可特别贪财，进了公司没多久，就爬上了李总的床。他一边跟高婷暧昧，吊着高婷，一边跟李总搞不清楚，没多久就怀上了孩子。他想拿孩子要挟他离婚，李总当然不答应，他只能收了钱，然后找高婷接盘。高婷气急了眼，冲到公司大闹，结果和李可同时被炒了鱿鱼。李可丢了工作，李总又不认这个孩子，他把气都发在高婷身上，二人大打出手。最后李可被打到流产，手术中大出血，子宫也没保住。婆婆心心念念的大孙子成了别人家的，急得一口气没喘上来，双眼翻白，口吐白沫。救护车拉去医院，医生说脑梗死，后面的日子是要瘫在床上了，能不能恢复语言功能还得看运气。高婷焦头烂额，顾完这头顾那头，一下子老了10几岁。没多久她就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，只能回了老家。农村的医疗条件不比城市，李可和婆婆的治疗效果可想而知。听说他们的事传到了村里，大家都对他们两家指指点点，没什么人愿意和他们来往。李可嫁不出去，最后只能跟高婷凑合着过日子，二人天天吵架，吵急了就动手。再加上一个瘫痪的婆婆，真是过得鸡飞狗跳。事情都告一段落，我开始了新生活。宝宝已经会摇摇晃晃走到我的怀里，软糯糯的叫妈妈。妈，帅！此时宝宝正扯着一个男人的裤子往我这边拉。看清男人的帅脸后，我不禁感叹，高端小区里帅哥的质量就是好啊。
郑小小，乖，放开叔叔。帅哥一笑，好可爱的宝宝，你们也是住这的吗？我微笑着回答，是的。你好，我叫郑念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